所以我们要怎么去构思未来这件事情？我觉得第一个，你要有意愿去想未来。很多人其实不愿意去想未来，即使你给他机会，他都不愿意去想。他觉得没有必要想，他觉得我没有办法改变未来，他觉得我现在都来不及了，我还要去想未来，谁有那个能力去想？所以我认为第一步其实应该是你要愿意去想未来，你要愿意放下于你对于现在的坚持跟看法，然后去进入一个可能你还不熟悉的一个领域。然后接下来我们在未来思考里面，我们有各种方法可以去帮助人家，说你怎么样的，我常常叫做直的拉、横的拉、弯的拉，然后往上拉、往下拉，有各种不一样的方法去拉你对于未来的看法。常常会有人问我说，这个跟我们在做愿景发展有什么不一样？我们做愿景发展，其实是我刚才讲的，其实站在现在去想未来可能是什么样。你其实对那个未来觉得很模糊，可是你还是要硬要挤出一个东西出来，然后说对，我们就要往那边去。其实你仔细去想，它其实只有反映出你现在没有的东西。我举一个例子，我曾经在也是台大的课，在一次的课上面呢，有一个我们就问学生说，你想要什么样子的未来？你希望什么东西？结果有一个女生说，她希望她可以170公分，因为我也很高嘛，我当场的反应是170公分有什么好的？我们都会希望，我们都会以为我们的未来是要某一个样貌，比如说，我希望我的未来很有钱。我希望我的未来很漂亮，或者是很怎么样？我希望我的未来有个好工作。问题是你为什么要有钱？问题是你有没有看到有钱人背后还有很多东西？你能不能看到那个更复杂的东西？然后你为什么要有一个好工作？你如何定义那个好工作？什么是好工作？然后才去拆解它，然后你再回过头来说，那我现在要的是另外一个空间向度里面的东西。